什么 iPhone 15可能会延后上市，但是呢？聊苹果那现在有传出这个 iPhone 15可能因为零组件的关系延后上市，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到底是受到什么组件的影响？还有哪一些机型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好消息？那再来呢，苹果现在展现出他们在 AI 技术上面的鸭子划水，那竟然是从一个很有意义的功能出发开始。那这些功能呢，应该是在 iOS 17正式发表上市后，我们才会慢慢的体验到。那到时候我们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我们先来讲一下苹果所提到的一些重点功能。那我们再来讨论说为什么这些功能可以显现出苹果在 AI 技术上面的发展。OK， 那我们这边有苹果自己发出的新闻稿，那我们大概整理一些重点规划出来跟大家讲，然后我们也画一些重要的地方。苹果最近推出一系列认知、视觉、听觉还有行为辅助的新功能，那这些对各种身心障碍的使用者而言，会提供更好的体验。这些创新的功能呢，实现得益于软体的进步之外呢，包括装置端的机器学习，这点很重要。那同时也确保用户者的隐私。OK， 那认知功能障碍使用者将可以透过 Assistive Access 的功能，更独立的使用 iPhone 和 iPad。那对于可能失去语言能力的人呢 ，Apple 推出了 Live Speech 还有 Personal Voice 这两个先进的语言辅助功能。那 Live Speech 可以将使用者打字内容转换成语音，然后方便他们通话还有对话。但是 Personal Voice 这一点呢，则可以让失去语言能力的使用者，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与自己声音相当类似的语音，然后提供他们一个更自然跟别人沟通的方式。那对于视力障碍的使用者呢，苹果在这个放大镜的 App 里面加入这个 Point and Speak 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以让使用者更方便的与带有文字标签的实体物品互动。那苹果的举例就是像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他们会根据使用者现在手可能在这个微波炉上面的数字键盘或它功能键盘上面指到的位置，然后跟他们解释说，这个功能是什么。那这些新功能推出呢，实现了苹果长期以来在技术无障碍化方面的努力，那并将持续努力，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能够创造沟通，并做自己热爱的事情。OK， 首先几个重点我觉得这几个都是跟 AI 非常相关的。第一个重点，我刚刚提到这个装置端的学习，这代表苹果这些人工智能的学习跟判断都是依赖它在装置本身上面的运算。那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他们也紧接强调了他们注重隐私权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强调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些 AI 的应用程式，举例啦，最有名的 ChatGPT 来讲，他们的运算现在可以处理的这么快，因为他们都是透过云端嘛。因为在他们那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运算 server， 帮你那么快处理你要的问题，很快的可以判断出你需要的是什么。那既然资料是透过他们的运算，代表你所有使用者的习惯资料都是储存在你现在使用的账号里面，你的账号又是存在他们的 server 里面的时候，那讲直接一点呢，就是他们对你现在在使用所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问题都一清二楚。那这也是为什么先前有很多人不小心把一些公司的机密放上去去拿来问问题做整理，或者是一些个人很隐私的讯息其实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但其实讲回来，我们对这种使用模式，在这10-20年来，其实也算是习以为常嘛。那不论是我们有用 Google 搜寻Facebook或是在云端上面的储存资料跟账号，那先前的话，他们就会用你这些个人的一些资讯，那他们主要的用途可能是用来广告跟行销一些关键字上面的推荐。但到了这个 AI 时代呢，它对你的了解又可以再更深入，它对你的资料不单单只是收集跟拥有而已，它可以更深入的学习、分析跟去判断你这个人，那甚至是预想你未来的行为可能是什么。那这个还只是初步那当我们更加依赖 AI 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想说，我们现在很多行为要去操作，不管是在你电脑、手机上面，这些手动要去操作的行为，可能都可以简单的透过 AI 的语音助理去完成。那到那个时候，它有自我学习机制，然后如果这个资料又不是储存在你单一装置上面的话，那你这个人大大小小事情，每天的生活细节喜好会完全被摸透，这就代表你没有任何的隐私了啦。那这个也是为什么 Tim Cook 先前常常在谈到隐私权的时候，他都会讲到说，我们常常为了方便性去牺牲我们的隐私权，那他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那这一点呢，也一直深植在苹果的核心价值里面，即使是在 AI 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坚持的要把这方面的运算跟资料储存留在你自己私人的装置上面，而不是被他们拿来收集跟学习去训练他们的模型。那再来呢，这个 Personal Voice 我觉得算是蛮惊艳，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际测试到说它到底学习出来的声音效果是怎么样。但是依它现在上面讲的，只要短短一段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去学习你讲话的语气跟去模拟你的声音。那这些全部都是单独在你装置上面去做运算，这一点来
讲呢，我觉得算是非常厉害。那像我们看到很多 AI 相关的这些 App 啊，网络上的这些服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但说真的，你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因为你很难知道说这些公司到底是要干嘛，他们拿你这些学习来的资料，他们到底是要做什么？那学你的声音还只是一回事啊，但是如果你依赖这些 AI App 去帮你模拟你的声音去讲任何事情的话，那这样代表你一天所有对话的细节都被它摸透了，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就不单单只是学习你的声音这么简单而已。说真的啦，以苹果来说，我觉得它在所有的智慧型装置里面的总和里面，它算是占有最大市占率的。那在真正的有互动性的使用者上面，他们也是比例最高的。所以就这几点看来呢，说真的，他们如果今天要开发他们自己的 AI 技术、AI 模型的话，要拿使用者的习惯啊，和他们可以收集的这些数据去做训练，绝对是占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但他面对这样的诱惑还能把持得住后，不去触碰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说真的啊，其实是蛮不简单的，因为这背后的利益太庞大了。但同时间呢，他们也要去面对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竞争对手走的方向跟他们不一样，自然的在这些技术上面的进步就会超前嘛。苹果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它是坚持后，连一开始在 AI 应用上面的释出都是往这个能造福弱势族群的这些功能上面先开始，这点当然也是很值得赞赏。那尤其未来在这个 MR 眼镜的推出，我觉得我们生活上面有更多对这些智慧型装置的应用会更依赖这些技术，那也自然的会仰赖更多的人工智能。像这次你看到这个放大镜的功能，虽然还只是很 basic 很简单而已，但是它这个就是视觉去判断你现在现场的物体嘛。那先前它可以视觉去判断门、判断走道、判断什么，那现在更再进一步的是对这个物体的判断，甚至对这个物体上面的功能性按钮什么去做判断。那这个功能当然不只是 MR 眼镜上面非常需要，未来的汽车啊、自动驾驶上面也是一样。那所以啦，最后我还是比较想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在这个 AI 现在突飞猛进的时代，苹果维持这样的核心价值跟坚持，会不会让他们一输就输得一塌糊涂？还是说现在在装置本身运算能力的进步下，或许苹果有机会一搏？我想听看你们大家怎么想，那我们大家来期待一下吧。OK， 好，那在 iPhone 15可能延期的这个消息，这次的新闻是讲到这个相机的组件上，而且是使用在 iPhone 15跟15 Plus 这个数字系列上面。那这分析师提到的是这个4800万画素相机模组啊，量产上面出了点问题啦。那这也让我觉得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这就让我们知道后，至少它的入门款的数字系列的相机上面也要升级到4800万画素的镜头。那虽然说这个前代旗舰机的组件下放到下一代新一代数字系列上面，照理来说是一个惯例，可在 iPhone 14数字系列上面，我们看到它这个超广角还是使用那个非常旧的不能对焦的超广角，所以你就会有点担心说会不会这个一代偷点一代偷点，那可能到15数字系列上面连主镜头都给你偷掉。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会。那这个4800万画素，当然除了就是我觉得爽了，好像有进步以外，它到底在实际应用上能不能帮助到我们什么？有没有它的功效在？我觉得绝对是有。那这就代表说，如果 iPhone 15数字系列还是维持双镜头的模式下，那主镜头跟超广角，那加了这颗4800万画素，就瞬间让它可以提升到拥有无损2倍变焦的功能。哇，这个是不是很值得兴奋？果粉好卑微。好了，没有啦。那这代表说，如果苹果今年后又再把这个不能对焦的超广角沿用在15数字系列上面的话，那你今天至少可能要竞拍一些东西啊，扫 QR code 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这颗主镜头去做这个无损2倍的变焦后，那这样裁切起来的照片会是非常非常堪用，还是1200万画素，不会像先前用人旧的那颗镜头本身就是只有1200万，再去做裁切的话，那个画质其实是并不太好的。那当然除了实用之外啦，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放好一点的组件也是非常合理吧。所以如果是真的为了这颗镜头让数字系列稍微晚一点推出，我觉得倒是个好消息啦。一方面它有真正的升级，那另一方面其实很多买数字系列的买家后，他本来就不是那种非常热衷一定要在一出的时候马上买的买家，所以延一点点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它的销售量太多吧。是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再来就是比较坏的消息，就除了这个数字系列外呢，他也提到后，在这个 Pro 系列上面，它组件上也碰到了一些问题。那像先前我们知道这个固态按键也是因为量产的问题，他们就把它取消掉。那除了这一点呢，其实还有，那他提到像是这个钛合金的这个边框，就是我们现在 Pro 系列上面不锈钢的边框会换成钛合金。那还有它的长焦式镜头，就是我们现在提到可能4到5倍的这个潜望式镜头，可能这2个组件都碰到了一点量产上面的问题。但说真的，每一年 iPhone 在新机要量产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也不是 iPhone 独有，可能任何电子产品、任何新机，或者你有参与过任何产品的开发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中间都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有时候妥协，或是换组件，或是改设计什么，这些其实都是稀松平常。那如果一般产品都会碰到，更何况是 iPhone， 它是一个全球智慧型手机产量销量第1的手机。那你有那么大的需求量，也要这些大大小小的供应商都有足够的产能来支援才可以嘛？那最可怕的是，今年我们预期会碰到这3年以来可能是最大的换机潮。即使是在现在的经济状况
况下面啦，我们预想光是有 USB Type C 的这一点，就会换出很多的 iPhone 顶子户，他们就是在等这一刻才要换机。那再来像是有外观的大改款啊，3奈米的处理器啊，第一次使用潜望式镜头，所以呢这些种种加起来，不管你今天在意的可能是外观设计啊，或者是 USB-C 啊，或者它的镜头什么，我觉得它真的可以打到蛮多用户。所以呢，如果说它的需求量是大的，那个需求在那边，然后你反而产不出来，那这个是有点可惜。那可能在一开始新机推出的时候，这个热潮大家买不到，或者在美国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你不够卖。那其实去年我们也看到苹果在这个产能调控或者说他们的预测下面，其实是出了一点小问题。那他们也跟着很快在上市之后做了调整。那他们本来预期第一支中阶大尺寸的手机会大卖，抱歉没有，苹果自己规格偷太多，所以变成大家宁可去买 Pro 系列的机种。那结果反而造成 Pro 系列一机难求，有观众等了2个月甚至到3个月都没有买到。那反而这个数字系列啊，一上市就滞销，就看到它跌价，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我相信是损失不少钱。那所以我也先来预估一下啊，那大家也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数字系列会有的进步啊，4800万画素。动态岛 USB-C， 但是它 USB 可能传输速度会把它卡在 2.0。那以 Pro 系列来讲，可能真正的旗舰机种会只剩 Pro Max 那一支嘛，因为像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它的潜望式镜头可能只有在 Pro Max 系列上面。那通常啦，急着一开始就要抢着新机潮啊，就要马上换机的这些用户，通常可能是重度果粉啊，或是重度关心科技的这些使用者，应该是马上就会想要一开始就冲顶规的人。所以这些用户呢，可能也会直接冲顶规的，不要妥协，他们不想要说买到一个 Pro 系列又少了什么。那依这样判断呢，在它如果价格没有涨到太夸张的情况下 ，Pro Max 系列应该会是最抢手的一支，至少在刚上市的这段期间。那苹果可能在产能上面要多放一点在这一支上面。那如果 Pro 系列真的是它的潜望式镜头、长焦镜头被阉割掉变成比较一般的版本的话，那我不太确定有多少用户会为了这个钛合金的新设计的外形会去下降去买到 Pro 这一支。那我们又开始向下看嘛，会不会有买家因为这样转而把他们注意力放到这个15 Plus 上面？以我的角度看来啦，如果说15的数字系列还是沿用比如说 A16的处理器的话，那我个人就不会太推荐，因为我自己的体验来讲不算是太好。当然如果 A17 又大翻车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重点是你们大家怎么想？以今年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些规格啊、设计上面看来，你们觉得最热卖的应该会是哪一支？或是你们自己想要购买的会是哪一支？我们可以在下面统计一下。那或者是你们觉得我讲到有漏掉什么，大家可以帮忙补充，谢谢哈。OK，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对了，我的表带这个上支影片很多人问吼，那这个我其实先前在我的 IG 限动有分享一下，我刚拿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还在测试嘛，对，所以去追踪我的 IG， 我上面都会拿到新玩具，我先分享出来，然后问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想问的。那这支是一个镀钛的不锈钢表带，是 Uniu 出的，几个重点功能啊，这个卡扣的地方是磁吸的，可以完全拆开式的磁吸的方式。那另外它在长度调节的地方呢是这种泥键，你不用任何工具就可以直接搬开，所以我觉得跟苹果原厂的那一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他们结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以我个人来说，虽然不是金属表带控，但这一支我算戴了应该快2个礼拜，我自己也有点惊讶，说我竟然可以戴得住。因为你们懂我的人应该就知道，说我很少戴金属的表带。这个我觉得不管在设计的外观上面，还有它色调跟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的相近程度上面，还有它的方便性、舒适性，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就是 Uniu 的，你们大家也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然后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上面会分享一些比较快的消息，或是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上面私讯我，想跟我分享的，也可以在上面跟我讲。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见，拜。